蓝湛你怎么知？魏无羡说话都有些说不完整，明明是和平常一样的询问，这人也没有动气时难看的脸色，可心里却是一阵的发慌。蓝湛怎么知道自己又去询问血阳了？那手上的伤口，他忍不住握紧了受伤的那只手，怪不得从吃药膳到现在，那人都有意无意的避开与自己这只手的触碰，强硬的喂自己吃东西，哪怕看不见藏在宽袖中的伤口，他还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。可这人这般的平静，却让他心里更加的发颤。别握紧手，会疼。蓝湛，上点药吧，一会儿再与我说说薛阳的事。蓝湛，蓝忘机拿出药，又把他藏在宽袖中的手拿出来，没有流血，只是划伤依旧吓人。他把药粉轻撒在魏无羡的手心，如旧的温柔，还不忘轻轻给他吹吹伤口，怕药粉弄疼他，原是想晚膳前给你上药的。怕你不能好好吃东西，这才等到现在，还是平常轻柔的语气。魏无羡确实已经慌乱的不行了，他线下情愿这人动气也好过线下。蓝湛，你别，疼吗？不疼，真的不疼吗？蓝湛，我不疼，你别。蓝湛，魏无羡看着眼前一幕，只觉得撕心裂肺的疼，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说不疼的那一刻，这人也在自己来不及的反应中划伤自己的手，同样的左手，同样的位置，同样红的吓人的血。蓝湛，你怎么，疼吗？魏无羡拉过他的手，死死盯着那骇人的伤口和艳红的血，手颤抖的不像话，这一刀像割在自己心里似的，疼得可怕。你说不疼，我便也试一试，别怕。蓝忘机说话间，用没受伤的手摸了摸他的头，好似划伤的不是自己似的，只是语气依旧是平淡中带了惯有的温柔。疼，我疼。你划伤自己都不知道我会心疼吗？魏无羡话刚出口，自己就愣住了。心疼？那他划伤自己的时候，那人？蓝湛，我错了，上药，先上药。魏无羡怎么也想不到，有那么一天自己也能感同身受那人的痛苦，心疼又慌乱，急忙拿出药就要往蓝忘机手上撒。魏婴，蓝忘机另一只手一下握住魏无羡手中的药瓶，并没有让他给自己上药。说话间依旧平静且温柔。蓝湛，你做什么先上药？魏婴，别急，我怎么不急？你都流血了，那么深的口子，我怎么能不急上药啊？所以魏婴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其实每一次我都是那么急，别人伤你时，你自己弄伤自己时。蓝湛，我并非责怪你，只是些许怨恨自己无能为力罢了，也并非和你赌气，不过也想你知道我的所想，我的担忧。我总觉得只要自己在你身边，就会好好护着你，可却忽略了这其实是一件很遥远的事。譬如今日我下山去给你买吃时，总有些时候是不能伴随你身边的，也更不能管着你的人。你的心，你于我而言是自由的，是该无拘无束的，但我心愿你，爱你，所以舍不得你受一点伤害，包括你自己给自己的伤害。魏婴，我只希望你偶尔也会想想我，正如同现在的你。蓝湛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那样平和温柔的语气，那样伤痛的眸子，魏无羡只觉得自己的心都要被这人疼碎了。蓝忘机一向话少，线下却说了那么多句话，每一句都让他心如刀割，如今感同身受，更是难受的厉害。上药，让我给你上药好不好？休息吧，我会收拾。蓝忘机依旧没让他给自己上药，而是从他手中把自己的手抽离出来，起身自己上药包扎，并不给魏无羡搭手的机会。蓝湛，我帮你，不用，休息吧。蓝忘机起身，魏无羡便起身。蓝忘机走向哪里，魏无羡便在他身后跟着，活活如同做错事的小孩子一般。跟着我做甚休息吧，今日该是累了的。话说完，蓝忘机便坐在案桌旁，用好的那一只手一页一页的翻看着书籍。蓝湛，你不休息，我等会再休息。魏无羡知道自己当真让这人难受狠了，现下也不想再徒增他的烦恼，还是听话的爬上床榻，侧身看着蓝忘机的方向，不打扰他却也睡不着。他在等蓝忘机看完书过来，可那人没有停下的趋势，他真的知错了，现下却不知如何再开口认错了。越想越是觉得手也疼，心也疼，哪都疼，连带暖和的床榻也冷得难受。也不知多久，蓝忘机这才放下书籍，走向他这里来。睡不着，蓝忘机习惯性的伸手摸向他额头，手下一片冰凉，让他蹙了眉。怎么这么凉？蓝湛，我冷，手也疼。
你陪我睡可好？话说完，魏无羡眼角就犯了火，他等了好久，这才等这人看完书过来，听着关心温柔的话语，竟无端多了些委屈。我的错，轻轻的一声叹气，蓝忘机脱下外衫躺进床榻，温柔的抱着魏无羡，用灵力把他身子给暖和，再仔细看了看他的手，没有渗血，这才放下了心。他存了心想让这人多想一想他说的话，却不想意他如此，心里便软得一塌糊涂，再也动荡不起丝毫波澜。蓝湛熟悉的温热怀抱里，魏无羡委屈更甚，他把头埋在蓝忘机胸膛，使劲的感受着那温暖。我真的知错了，日后我不吓你，你也不吓我了，可好？好。你的手让我看看。魏无羡轻拿出蓝忘机的手，虽然已经包扎好，可带了些血点的纱带还是刺痛了他的眼。蓝湛用这一刀告诫了他要怎么去爱一个人，怎么去爱自己。疼吗？疼。你呢？我也疼。现下我们都知道疼了。魏婴，日后如你所说，我们都不要吓对方了，可好？好。蓝湛，我帮你吹吹。魏无羡轻轻地向蓝忘机受伤的手上吹气，随后便吻向那包扎好的伤口。这一刀他怎么都忘不到了，刀在这人身上，也刀在自己心里。蓝湛，你睡了吗？没。蓝忘机抱着怀里的人，头搁置在他的脖颈处，虽然闭着眼睛，却没有睡意。过几日我想去驿城一趟。温存后，魏无羡并没有问那人如何得知自己手伤的事，不用想也知道定是蓝湛早就察觉不对，加快脚程回了来，找自己时看见了一切。他不想再提让这人难受的事，却不得不说从血阳那里知晓的一切，气急也恨极。无论如何他都要去一趟驿城，见一面他的小师叔，不能复活，那至少能让他安息也是好的。好，但需休养几日才可，等你好些我同你去。好。蓝湛，还有一件事。你说。江城，我知道在云深养伤的这些时日，江城来过几次，有些事总要说清楚，也总要去面对的。我想回一趟莲花坞。蓝湛，魏无羡见他不说话，只是拥住自己手臂，突然间变紧了些，知道他该是心里不舒服的，每次只要提了江城，他都会这般。魏无羡心疼他，也是趁着今日才把一切说开了来。他把头又往蓝忘机怀里凑了凑，去亲吻他，像个孩子似的讨好着。蓝忘机哪里经得住他如此，心里依然哪怕不乐意，也只能闷声答应了。罢了，他想着这人开心便好。魏婴，别闹，我就亲亲也算闹给我亲亲魏二哥哥。说罢，魏无羡索性从他怀里起来，把人摁住。蓝忘机怕弄到他手上的伤口，也不敢随意动弹，只能配合着他动作。别闹，小心手伤。不闹，我就亲亲。魏无羡看着那仙人一般清俊的脸，总觉得拥有这人拥有的不现实。他的蓝湛真好，小心翼翼地轻啄了一下他的额头，再吻向温热的薄唇。魏婴无，原来霸道的感觉是这样的。魏无羡觉得这种感觉真他大爷的爽。哥哥，二哥哥，蓝二哥哥，好。蓝湛，